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最近的这种行情没法赚钱，是不是很难赚到钱吧？不过呢，没关系，今天面具人就给大家带来一些能免费赚钱的好机会啊！我在前几期节目中说过，2023年能活下来的币圈项目一定不能是庞氏骗局、传销、资金盘之类的，什么前人割后人的韭菜，前人低价买，然后高价卖给后人。2023年，我们的投资方向一定是低风险、稳定收益、有产品、有服务的真实商业、真实产业。那今天面具人就想给大家带来一个，你也可以不用投钱啊，参加他们的官方活动就能进去打金赢钱的游戏，而且赚的是稳定币啊。你赚这个钱，你是完全不用担心它会跌的。我前几天有些忙啊，说实话，我是非常懒得做这种介绍项目的节目的，因为我每次介绍项目之前都需要仔细的理解、观察、调查它的商业规则，评估它的风险，才能决定我做不做这个节目。毕竟我的节目至少有几千上万人看，我得对项目负责。但是呢，调查项目真的是太累了。不过这个项目呢，我评估跟踪了很久，发现项目方也确实是有实力，而且有良心，它的商业模型也确实合理，而且你不花钱也能玩，你不花钱就没风险嘛，你还能赚钱，赚的钱呢也是稳定的稳定币啊。那么这究竟是什么项目呢？大家先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啊！那顺便把今天的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在留言区留下你对这个项目的看法和钱包地址，我就会从中抽取3名忠实的观众，每人赠送50U啊！好，来讲正题啊！上期节目中我讲到了一个好的项目一定是要有产品和服务的。链游呢，貌似是能兼备这2点，但是呢，目前还没有能做好玩家分层的链游，还没有能把游戏性做得很好的链游，很少。但是这个 Bone Park 它做到了。我先强调一下，这个游戏的 APP 已经出了啊，游戏已经出来了，你们可以去它的官网下载下来体验了。战斗服呢，他们在活动结束后就开，到时候大家就能进去打金了。所以呢，这个项目人家是有东西、有软件、有产业、有生态的。等会儿我再给你们揭秘它的生态。这一个项目方绝对不是什么拿个图片呀、头像呀卖什么 PPT 卖理念的，人家这个游戏已经做出来了，而且项目方不只做了一个游戏啊。等会儿我给你们展示它的生态，而且我告诉你，就单从这一款游戏来说啊，这个游戏就做到了简单易入门的同时，又保证了好玩，门槛低、低风险，甚至是没风险啊！你不用花钱也能玩，而且你还能得到稳定收益回报，不追涨杀跌，不割韭菜。这就是这个项目的独特之处，它是很良性的。你光听我说的这些东西，就大概能感觉来了，它绝对不是那种卖个什么头像呀、PPT 啊，卖个理念，做个叙事。就卖钱就把你割了的那种垃圾土狗。那这个项目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白皮书啊。这个游戏的游戏模式分为5对5、3对3和1对1啊。玩法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复古啊。你们光看这个图片画面就应该很明显能看懂了。哇塞，这个游戏真的是爷青回了啊！你们看看这些个坦克的造型。我相信很多80后、90后一定不陌生这种画风啊。当年的疯狂坦克和坦克宝贝，甚至是百战天虫啊，都是这种游戏的类型。那这种游戏操作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啊，你只需要拉一个抛物线，对准目标，瞄准对手，发射炮弹就完事儿了。谁先把对面消灭了，谁就赢了。那相比于老版的疯狂坦克，还要蓄力。那这个游戏啊，它改进了一下。它更简化了，你只需要拉一个抛物线，瞄准目标就可以了，少了一个操作维度，等于说操作更简单。而且这种画抛物线的操作可以说是非常的契合手机的触摸玩法啊。每个坦克呢还有自己的特殊技能、被动技能、主动技能、小招、大招。
天上呢还会随机掉下来各种道具，你活灵活用，游戏当中随机掉落的道具是能够对你的战斗有帮助的。可以说这个游戏在简单的游戏机制上又加了非常丰富的游戏体验。上班摸鱼、等车，甚至蹲坑的时候随时随地都能拿出来玩几把，体验一下休闲娱乐的同时还能赚钱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究竟是怎么赚钱的玩家可以通过放置太空票来进行坦克对决，胜利的一方呢是可以赢走输掉一方的票的。这个过程中没有泡沫，那这个机制就类似于打麻将了赢者通吃，那肯定就是没泡沫的嘛。相比于无中生有的传统打金模式，这种盈利方式更加的安全可控。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那这就要涉及到它游戏的经济模型了。我刚才提到了太空票这个东西，太空票呢是可以1:1兑换他们自家的 USDS 的，那 USDS 就等于 USDC， 等于说它就是1:1兑换美金的，相当于它的这个太空票是稳定的，你无论是存储或者交易或者赢，你都是没有风险的，你不必去担心你今天充了钱了，本来想奔着打2把赢点钱呢，结果呢钱还没赢，游戏还没打呢，币直接就腰斩了，就暴跌了。那么你用这个太空票或者是稳定币，你就不存在这个风险，那你肯定就能安心的玩了。想玩了或者不想玩了，你的钱就在那儿，你随时可以拿走，或者你可以用来玩，完全由你自主可控，零风险。不像你玩其他的链游你一旦钱冲进去了，那你的风险就不是你说的算了，你的生死是完全捏在项目方手里的。不过咱们这个项目绝对的良心，你的钱随时进随时出，钱就是那么多，没人会让你的钱跌价、折损、腰斩，明白了吧？那说到这儿了可能有人会挑刺儿，说你说稳定就稳定了，那这个项目方不稳定了怎么办？那面具人我就想说我不吹牛逼咱们横向对比一下，币圈的链游项目方是没有一家有这家公司更有实力的，或者说是更有诚意的这个项目方自始至终它都是零融资，它不接受任何的投融机构投资，那么它也就没有任何负债。然后呢，人家在零融资完全独资的情况下，还开发了大型社交媒体软件 Token Talk。 那这个软件呢是 Web3 里面的可以发短视频呀、推特语音分享呀、私密群聊呀、打赏呀、付费社区知识分享的区块链自媒体社交软件除此之外呢，这个公司的游戏我目前看到了4款成品。第一款呢就是类似于我的世界的 3D 建造塔防对战游戏 War Cyndia。 第二款呢就是卡牌集换对战游戏 Internal Brawl。 第三款呢是大型的 MMORPG 游戏《辛迪亚编年史》，以及咱们今天主打的搞笑对战类的炸弹游戏 Bomb Park。 Imagine a world where you can bomb as much as you want, blowing up and destroying anything you want without worrying about being caught or thinking it's wrong. Instead, you get rewarded! Welcome to the most explosive and competitive playground, the place where you'll find the most famous and incredible bomb battles in the universe. Ching, ching! Welcome to Bomb Park! The site where the best players are rewarded! Join the best bomb battles with their combat troops that are ready to fight for you. Choose wisely and discover their abilities. Win battles and make a hefty amount of money with Animal Gunner, Fantasy Gunner, Mechanical Gunner, Plant Gunner, Future Gunner. Win bomb battles to obtain rewards and competitive coupons that you can exchange for USDS. Wow! Open your treasure boxes to obtain the precious mobile bomb cards. Cha-ching! All the mobile bomb cards are NFTs that can be traded freely at Bomb Park.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Shoot bombs and earn money today! Bomb Park is another incredible play-to-earn game, part of the Space Guild Metaverse. What else can you ask for? Join the fun, join the tribe, and join Bomb Park today! All the bomb is in Bomb Park! Bye-bye!
各位，你们想想啊，这家公司它同时独资原创了这么多的软件和游戏，币圈有没有一家公司能做到啊？你们可以去查一查，很多项目方声称自己拿到了几百万、几千万美金的这个投融机构的融资，然后呢，你一看他的项目拉垮得很都能拉到裤裆里，就是几个 PPT 或者是一个网页呀啥的，几张图片给你卖个概念，卖个叙事，是吧？叙事这个词目前在币圈很流行，但是呢，我想说，咱们的这个项目方是不需要叙事的。叙事是啥意思嘛？叙事说白了就是卖拐忽悠嘛。咱们不需要叙事，咱们只需要把真正的生态、软件、游戏拿出来，你自己体验就 OK 了嘛，是不是？所以呢，各位，你们自己可以横向的对比一下，看一看币圈有哪个项目方能做到他这样。而且我想给你们强调一下，一个公司它既然没有投融资，那它就没有负债。它没有负债的话，大概率它也不会急着割韭菜。只有那些高杠杆的，或者说是借钱做项目的项目方，要么呢就是一些贪官的子女用来洗钱割韭菜的项目方他们是急着要割韭菜的。那咱们这个项目根本就不存在人家要割韭菜早就割了。做一款游戏需要多少钱呀？我们都知道，开发游戏是很费钱的事。项目方能零融资、无负债的运营这么多的项目同时做4、5款游戏，加一个生态平台所有的数据都是互通的，那这可是大工程这不是说1、2个小团队、几个小老板就能把这个事情做了。那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就足以说明他的实力和诚意了至少人家把东西做出来了，并没有说用这些钱去发个币，然后呢把池子用自己的钱拉进去拉盘，割一波韭菜就跑路因为币一砸下来就完事儿了嘛，对不对？可能这个项目方也不屑于做这种事儿哎呀，面具人，我觉得能把事情做到这个份上，我感觉他这背后的老板的资金实力真的是深不可测，并且呢，整个团队的策划能力也是非常好的。为啥？你们接着听就明白了。真正的福利马上就要来了。好，我们来回归正题那既然项目方主打稳定玩法，不让大家冒风险，输赢用券或者优那就证明项目方对市场是有着深刻的理解的，他们的策划很专业，绝对都是高手，因为他们知道现在大家一听到炒币、买加密货币都害怕怕买了就跌，追涨杀跌，整个行情不好，对吧？所以呢，项目方就直接把你们的恐惧和担忧给排除掉了，先以不伤用户为核心，先以好好的做产业、做生意为核心你想玩了，你就拿稳定币玩；你不想玩了，你随时你就走，你的钱就是那么多而且如果你想赚更多的钱，如果你的券用完了你是可以通过它第2个赛季出的征战质押池去质押你的稳定币，来收获一定的年化收益的券，不高吧？我估计可能也就是5%左右。但是项目方的这个逻辑很聪明他给你的不单是年化收益，还有券，你可以用这个券还能去赢更多的钱。也就是说，你的收益最终是在5%以上的，它可以给你一个保底的稳定币收益，然后再赠送你很多券，然后你拿这个券，你有本事你去赢更多的钱，那你牛逼，对吧？而且这整个循环当中是无泡沫的，因为对于一个正常运作的公司来说，5%的年利润分配是安全可达到的。因为这个项目方它的生态很大，它有很多游戏，它有很多社交媒体，它可以通过服务费呀、销售商品的费用呀、广告费呀、手续费呀，每年赚这么5%、10%不难吧？它完全是可以支付得起的。可是你们换过头来去想一下，传统的那些项目方，纯粹的必倒闭庞氏资金盘全部靠前人割后人韭菜，这个泡沫一直在累积，迟早会爆，谁来买单呢？最后受损的、亏钱的不都是我们韭菜吗？我们需要的是真正合理的、有逻辑的商业、有逻辑的产业、合理的商业模式，对不对而且你还可以通过游戏把你5%的，你看你觉得5%的这个质押收益有点低，那你好好玩
你是不是可以把它扩张到20%、30%？一切取决于你的技巧。同样呢，也正是因为有这种机制在啊，就可以让很多擅长玩游戏的，但却没有多少本钱的零撸玩家啊，他没本钱，但是呢，他游戏玩得好，他在咱们的这个游戏里面也有自己的发挥空间。比如说，你出钱买坦克，或者是你质押了有券了，但是你自己的游戏水平不行，你可以让擅长玩游戏的人帮你玩，他帮你玩了以后，他帮你能赢，赢过来的钱你们俩再分，对不对？多好的！输了你也不亏，毕竟你是通过质押产生的嘛，你不伤本金。如果你不想质押的话，你也可以直接买券，是不是？或者是参与官方的活动，白嫖相应的券。比如这次他们的白名单活动啊，你只要参与就有钱拿。前500名的人呢，每人都会赠送5张券，这5张券就是你的起步资金了。参与且完成任务的人，每个人都赠送2张券，等于不管是5张券还是2张券，你有起步资金了。那至于你能用5张券赢500张券，那就是你的本事了，对吧？或者你用2张券赢200张券，只要你玩得好，一切都有可能嘛。至少，公司给你了创业资金，给你了起步资金，多好的，一切都有可能。你只需要做的就是玩和相信你自己的技术。好，最后我想再来说一下它的这个项目的预售活动了啊。其实这次项目方预售放出来的名额非常的少，他不指望这个项目能卖多少的 NFT， 他主要是想推广他的 USDS 稳定币和他的游戏。那至于他的 NFT 炸弹宝箱啊，可能也就是差不多几百个人能买到，因为他这次总共才卖3万个，100U一个，听起来有点多，是不是？那你们不奇怪为什么刚才面具人我敢说最终只有几百个人能买到呢？为啥？因为官方做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如果你一次性买10个炸弹箱，官方就会立刻返还给你800个 USDS， 这 USDS 你可以立刻提现兑换成 USDC， 也就是说你买了10个，立刻就回本80%，相当于你几乎没怎么花钱。然后呢，你还得到了10个 NFT 宝箱，宝箱里面保底有6个坦克的 NFT，45%的概率开出特殊坦克，7.5%的概率开出特殊的炮手。预售活动结束后，炸弹箱就恢复原价，不再做任何的赠送。那也就是说，你买了以后就可以躺平了，原地回本80%。然后呢，你的炸弹箱还翻了5倍。不仅如此，还有更大的福利呢！你一次性买10个炸弹宝箱，官方还送你30张太空券，让你去打金，等于说你有了起步资金了。如果你用这30个券能赢来200个券，那你就相当于完全的白嫖了，还得到了那么多的东西，而且你还能赚更多的钱，因为你已经赢了很多的券了嘛。然后炸弹箱你随便卖几个都是钱，是不是？各位这么一算，你觉得有几个人能抢到这个宝箱呢？对吧？每个人10个啊，可能有些人买20个、30个，那最后也就是几百个人能抢到嘛，对吧？而且这账能算来，是不是？等一下我再给你们算账，我先继续说我想说的啊。然后呢，我还想说一下这个游戏里面最值钱的东西。这可是真的很值钱啊！你们听完我说的这个东西以后，你们一会儿自己去算一笔账，你就能明白我说的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值钱了。如果你一次性购买100个炸弹箱，听起来是100个，其实也没多少钱啊。毕竟你在活动期间内买，你立刻就能回本80%呀，相当于你买100个炸弹箱也没咋花钱呀。但是呢，你能得到300个太空券，你起步资金有了，你可以用这个券去打金和得到100个炸弹箱。最重要的就是你们看图啊，元素领主的碎片，那这东西可稀有了啊！元素领主是 Bone Park 里面最强的存在，也就是说，你有了这个玩意儿了以后，你就几乎是无敌的了，你随便可以虐普通玩家。但是呢，100个箱子里面只能得到1个碎片，相当于这个东西很稀有啊！普通玩家想要遇上被吊打，也会感觉到荣幸和兴奋的，因为他可能玩100-200局都不一定能碰到1个元素领主。而且
元素领主能保证你的胜率，因为它是最强的嘛。那相当于你用这个玩意儿，你以后去打，你基本上大概率都是能赚钱的。在官方的元素叛乱版本中啊，元素领主可以给坦克附魔元素伤害和元素防御。哎，这就是我要说的最重点的东西了，这就是它最值钱的地方。我给你们再强调一下啊，仔细听好了，在官方的元素叛乱版本中，元素领主可以给坦克附魔元素伤害和元素防御，并且费用是由元素领主的持有者收取的。各位听懂了没？这也就意味着别的坦克需要强化攻击或者防御，想要变强增加胜率，就必须得找你这个所谓的元素领主的持有者。听懂了没？他就得给你钱，而这个钱就是你长期能赚的下金蛋的鸡。而元素属性相生相克，环境里面火属性多了，你就需要强化水属性；环境里面水属性多了，你就需要强化土属性。可以说，每过一段时间，环境洗牌了，你自己的坦克配置就需要根据环境进行调整。而且每个玩家的坦克也不止一个，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元素领主的持有者几乎有着无限能赚钱的资源。我们粗略算一笔账啊。这个游戏里面，如果有10万个玩家，其中有1万个玩家是你的客户，经常来找你强化附魔，每次给你的钱不多，2、3 U， 你算算你能赚多少钱？1万乘以2乘以3，2万、3万。而且呢，这个东西是可持续的循环的，是不是？它只要有新的坦克，或者是想改变坦克的配招配置，它就得给你钱。而且游戏玩家以后越来越多了，那你赚的钱也就越来越多了嘛。还有，你看它这个经济模型，它又不伤客户，它又不坑人不割韭菜，所有的东西都是稳定的且有收益的，它很容易就推广起来了。项目方又有实力，对吧？又良心，你还何愁它以后玩家不多呢？是不是？但是得到元素领主的碎片的机会只有这一次。所以说它的价值很高的，以后我估计光元素领主的这个转让费啊就会不少，它就相当于一个打开门做生意的商店啊，一直在这游戏里面赚钱，这才是元宇宙。你在这个游戏里面开了个店，能服务很多玩家，对不对？这个玩意儿的价值很高，高到了我告诉你啊，老玩家也有机会能获得。可是参与官方活动之前的那些活动的老玩家啊，必须是持有地址榜前10名的才送一个碎片儿，听明白了没？你要知道，整个服务器里面前10名的人才送一个，哼，这得要多少钱才能换到一个呀？现在呢，你几乎可以白嫖，是吧？一次性买100个，立刻回本80%，你几乎没掏多少钱，然后呢，你还拿到一个碎片，我只能说香呀。然后还有一个好事啊，就是这一次 Bone Park 预售的前10名都能够得到元素领主，第1名呢更可以得到公司的 offer， 邀请你去参观公司参与工作，加入到冠军专属英雄的开发中，为第1名专门定制一个英雄，你可以实体来公司考察啊。我刚才说了，这个活动几乎没几个人能拿得到的啊，现在你们明白了吧？总共只有3万个炸弹箱，每买10个几乎就是白嫖，回本80%，一人10个，3万除以10，最多也就是3000个人能抢到。因为不可能有人只买1个2个，划不来嘛，是吧？能回本80%，谁还愿意掏多的钱呢？但是呢，活动一结束，这个东西就恢复原价了，就不送任何东西了，相当于你立刻翻了5倍，是不是？而且这中间你们还没有算，有些人是买20、30个箱子呢。甚至有些人是要拿元素碎片的，买100个箱子、200个箱子的。所以呢，我粗略的估计了一下，最后真正能拿到优惠的，也就是几百人，再加上面具人，我这一期节目一播啊，几千个人看，那最后呢，你觉得，算了，你们抓紧吧。所以一个人买上20、30个还是有希望的。妈的，瞬间就没了啊！我想着都紧张刺激呀，我操了！我想要这个元素碎片啊，其实呢，我也已经有2个元素碎片保底了，
因为我之前就在他们的排行榜上啊，老玩家有很多福利送的。然后呢，这一次活动结束了，官方就恢复原价了，直接翻5倍啊，没有任何的回本了，没有任何的奖励了。但是未来呢，这个宝箱还是很容易卖的，为啥？因为你手游好玩呀。其实手游的一个宝箱啊，卖100U不算贵。你们去看一看《原神》《剑与远征》啊，159、399、599的首充，你充100块钱连个毛都没有。然后项目方人家在第2个赛季呢，还有更多的玩法。它是先通过稳定币不伤客户的方式去发展用户群体，之后呢还会引入不稳定币的强化系统。那这种操作就很聪明呀。他一开始先不伤客户，通过安全、稳定、高效的方法，尽可能的扩展市场。等市场扩展起来了以后，再做用户分层。比如说重度玩家、轻度玩家，想选稳定币的还是不稳定币的，都由你自己选。你想炒作你就炒作嘛，买币追涨杀跌是吧？你不想炒作，你想求稳，那你就不炒作，你就求稳。或者是想博高收益的，你可以玩不稳定币的强化，或者用稳定币强化也可以。你自己的安全，你自己的路都由你自己选。那这就是这个项目方高明之处。你不会再像有其他项目方，你把钱投给他了，你在里面玩了啊，你担心他跑路了，他割人了，或者是他要给资方还钱了，因为他融资了很多钱嘛，他借钱做项目嘛，或者是背后的比如说交易所老板呀，交易所给他做的 IDO 呀，逼着他要割韭菜呀，是不是？各位，我告诉你，币圈啊是一个很肮脏的圈子，互相的造谣抹黑，恶意的画大饼，给你做一个什么叙事，不就是为了把你的钱忽悠过来，然后给割掉吗？对不对？所以你们自己啊，一定要有鉴别项目好坏的能力，你要会算账，你要会观察，明白了没？到最后你再决定值不值得你去投这个项目。就算是值得，你能投多少，你该投多少，这都是你要思考的。好，各位观众，最后我再给你们展示一下它这个游戏的内容和画面啊，或者你们自己可以去下载看一看啊。游戏已经开放下载了，白名单的链接我会放在留言置顶区。在最后一天了，现在是最后一天了啊，你们还是进去参与一下吧，只要参与了，都能够白嫖到它这个券儿，然后你就有起步资金能打钱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赶紧参与吧，时间不多了。然后我还建立了一个打金战队群啊，我手底下准备培养一批擅长打游戏的人啊。至于这个 Boom Park 以后相关的游戏套路和攻略，你们以后可以进这个 Telegram 群里面来学套路啊。